欢迎回到江峰世界，朋友们好。2026年7月15日到16日，上海西郊宾馆正上演着一场足以载入中共党史的无声大考。大国领袖习近平破天荒地提前整整48小时仓皇降落上海。他是来西郊宾馆向身居于此的中共元老们递交自己过去13年执政成绩的政治答卷。为了掩盖这场决定他生死去留的留任答辩，官媒在48小时内编排了极度荒诞的滑稽戏。第一天，他专门跑去破旧小区；第二天，他在西郊宾馆拽着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滔滔不绝地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个掌控核按钮的领袖，一天看马桶，一天背党课，这就是演给隔壁别墅里中共元老们的政治求生秀。他想用 AI 和心智生产力的大饼告诉这帮老家伙，我的路线没有失败，我手里还有牌。可这一次，元老们不打算再给他及格分了。连中共最相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朱镕基，1年之前都彻底不信他了。他比谁都清楚，一个连续撞毁了房地产、芯片和新能源车3辆豪车的司机，手里拿着一把名叫 AI 的新钥匙，只是想继续霸占驾驶座，把中国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连朱镕基都不信了，习近平这张千疮百孔的答卷还能骗得过谁？既然是来西郊宾馆交答卷，那习近平手里的答卷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你想啊，房地产暴雷，1亿芯片打水漂，他的个人成绩单上全是红叉，拿这些脏了的卷子去面对保守派那些精明冷酷的眼睛，跟自杀没有任何区别。于是在考试开始前，西郊宾馆里发生了一场极度荒谬的官场抢劫案。习近平生生抢走了他自己总理李强的答卷，这就是为什么他8年从不露面，今年却偏偏要亲自来上海，抢走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宾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办了8届，北京的规矩本来是铁打的。首届大会，李强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念信。接下来的4年疫情，李强在上海雷打不动地当大总管。哪怕后来李强进京当了总理，大会规格升级了，出面讲话的依然是李强。可到了2026年，眼看着元老们要查账了，习近平急了。在开幕式前，他一屁股坐上了李强守了8年的主宾席，还要亲自发表主旨演讲，把全球人工智能的中国方案全部登记在自己一个人名下。这分明是考场作弊，他要把李强辛苦养大的孩子强行改姓习近平。更有意思的是，就在大西南的成都，此时正在举行一场规格更高、拥有2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 APEC 数字周。那里有数字部长会，有电信工作组，有真正的多边经贸谈判。如果是为了中国的科技和产业，习近平作为国家元首去多边机制更健全、外宾档次更高的成都，显然更合理。可他为什么偏偏放着成都不去，死死守在上海西郊宾馆？因为成都谈的是正经的国际经贸，那里只有冰冷的行业数据，没有政治效应。更重要的是，成都没有那帮冷眼看着他的政坛元老，只有在上海，在西郊宾馆的林荫深处，隔壁别墅里的保守派元老们在黑暗中默默关注，他才能把抢来的这卷人工智能大饼隔墙吹成自己的心智生产力，在上海的元老们面前做最后的挣扎。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元老院的考官们早已经对他的抢劫和作弊厌恶到了极点。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问了，元老们凭什么坐在上海？中共元老看卷子，老规矩不该是北戴河吗？问得好，每年7月底8月初，退了休的老人们在北戴河的海边坐成一排，现任领导人一个一个过去汇报，这是几十年传下来的老规矩。可今年考场提前了。西郊宾馆是个什么地方？它是上海滩规格最高的国宾馆。虹桥路上一大片园林，一栋一栋独立别墅藏在树影深处。当年毛泽东南下上海，常住的就是这里。围墙外的人连里面夜里亮几盏灯都数不清。元老们要翻习近平的账本，不必等8月的海丰，7月的西郊宾馆，
一样关起门来就是考场。您再品品这个时间差，大会开幕的日子还没到，他7月15日就落了地，提前整整48小时。一个平日里让全世界政要等他一个人的领袖，这回像个怕迟到的考生，提前2天就蹲在了考场门口。学生什么时候会提前2天到考场？只有一种情况，心里没底，怕极了。拿到了抢来的 AI 试卷，习近平转头就走进了西郊宾馆的会客厅，因为他雇来的跨国特约演员已经按时坐在了对面。2026年7月16日下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作为本次大会规格最高的外宾正式登场。这场会面，官媒的通稿写得冠冕堂皇，但如果您拨开那些外交辞令，就会发现现场的气氛太荒谬了。托卡耶夫此行要的是中国国库里的真金白银、铁路、公路、能源口岸，还有急需的数字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技术。可坐在对面的习近平一开口，竟然神情严肃地对一个中亚国家的总统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讲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他，讲他自己的治国路线为什么绝对正确。托卡耶夫大老远飞到上海，难道是为了在西郊宾馆听一堂中共建党105周年的思想汇报吗？他需要写学习心得吗？他关心吗？他当然不关心。这堂不合时宜的政治党课根本就不是讲给托卡耶夫听的，他是讲给隔壁别墅里那些正在审视他执政成绩的中共元老们听的。你们看，我的理论在国际上依然有生命力，连外国总统都要坐在我面前乖乖听课，你们现在不能换掉我。而托卡耶夫作为国际政坛上最清醒、最现实的政治老手之一，极其配合地送上了习近平最想要的那句标准答案。官媒报道，托卡耶夫当场表示，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请大家品味这4个字，英明领导。为了这4个字，哈萨克斯坦方面把预付款掐得分秒不差。就在托卡耶夫见习近平的前一天，7月15日，在阿斯塔纳隆重举办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的海外推介会。这就是西郊宾馆里心照不宣的跨国政治默契。哈萨克斯坦在海外替新书办推介会，给领袖的理论搭台。习近平在西郊宾馆给托卡耶夫讲共产党为什么能，亲自点题。托卡耶夫极其默契地送上英明领导4个字。官媒把这句话精准记录下来，送进当晚的新闻联播头条，作为顶回元老质疑的免死金牌。可托卡耶夫真的是个能被几句党课就忽悠住的傻子吗？2022年哈萨克斯坦暴乱，他能一边引狼入室，请普京的特种部队进城压阵，一边下达命令，不经警告直接开枪击毙。等危机一过，他转过身，顺手就把统治了哈萨克30年的太上皇纳扎尔巴耶夫给连根拔起。这样一个靠借力起家，反手就能把恩师斩草除根的政治狠角色，当然知道英明领导这4个字在此时的北京值多少钱。动动嘴皮子，听一堂枯燥的政治党课，送上一句北京最需要的奉承，就能当场换回中国的优惠贷款、基建项目和人工智能技术转移。这笔生意他为什么不做？习近平已经沦落到需要哈萨克斯坦总统的一句英明领导，向隔壁的元老们证明自己的路线还没有彻底破产。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元老院的考官们早已经看穿了这场用真金白银买来的跨国双簧。您再往深处想一层，这句奉承的价钱本身就是一份判决书。10年前，外国政要飞到北京是排着队来求见的。一带一路的钱往外撒的时候，是习近平挑着人给的。那个年头的英明领导不要钱，各国领导人抢着送。可到了2026年的西郊宾馆，同样4个字，得用优惠贷款、基建项目、人工智能技术转移，一样一样真金白银的换回来。连哈萨克斯坦都看明白了，这位领袖急了，缺货了，他要的奉承话可以坐地起价了。
隔壁别墅里的元老们一辈子就是干这行的，他们能看不明白吗？一个要靠花钱买夸奖的领袖，行情跌到了哪一步，这4个字的标价就是最准的行情表。说正事之前，先跟各位老朋友念叨一句我自己天天在用的东西，普瑞堂的玄宝黑参。您看西郊宾馆里这帮元老80、90岁了，还能关起门来给一尊判卷，凭的就是那口精气神。咱们老百姓没有特供，也靠不上疗养别墅，这副身子骨就得自己上心自己疼。普瑞堂这款玄宝黑参是大家最认、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切片、泡水、含服都行，一根能吃上1个礼拜，补益功效一上口就知道。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特别实在，每单买满500美元，直接送1整根高品质玄宝黑参，上不封顶，满1000送2根，多买多送。结账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直接送到家。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置顶评论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好，咱们接着说。在西郊宾馆那间没有光照的会议室里，元老们最终的判决根本不是怎么发展人工智能，更不是怎么搞新质生产力，而是冰冷的习近平必须下台。这帮活成了人精的中共元老，他们根本不需要懂 AI， 他们只需要懂习近平。这个人已经执政了13年，足够让党内老人看清一个人的能耐，也足够让国家、企业和地方财政被他的亲自部署彻底摧毁。尤其是在中共内部，连朱镕基1年之前都彻底对他失去信心了。要知道，朱镕基可不是什么西方市场派，他出身计划系统，搞过分税制，他比任何人都相信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这个人退下来20多年，嘴巴闭得比保险柜还紧，对现任领导人从不公开置评，连他都在1年之前彻底摇了头。您掂量掂量，这份不信任有多重？而习近平这13年把国家计划折腾成了什么？元老们翻开他手里那3本血淋淋的账本，看到的只是一场接一场极其低质的连环车祸。第一辆车是房地产，他嫌车速快，推出了粗暴的3道红线，在时速120的时候猛踩死刹车。他没有给地方财政安排新税源，没有给开发商留退路，更没有考虑千家万户的资产安全。结果呢，开发商成批倒下，地方财政断粮，几千万老百姓背着30年房贷，在风雨里看着自己根本交不了房的烂尾楼，甚至掀起了全国停贷潮。这分明是直接炸毁了国家的财富地基。第二辆车是芯片，他一声令下，搞起芯片，大炼钢铁，卖水泥的，搞房地产的，甚至养猪的，一夜之间全把公司改名成半导体专家，去骗取政府补贴。武汉红芯一个项目就卷走120亿，最后连厂房都没建完，就把唯一一台还没开箱的 ASML 光刻机抵押给了银行，几万亿砸下去，最后留下的只有骗补的骗子、烂尾的厂房和国企银行的巨额呆账。第3辆车是新能源汽车，一旦被贴上领袖工程的标签，地方政府便疯狂建厂抢产量，车卖不出去就降价，打价格战，互相放血，降价还卖不出去，就注册空壳公司，自己买自己的车去套取国家补贴，最后把数万辆崭新的新车直接丢弃在荒原上，形成了壮观的电车坟场。因为谁也不敢停产，停产就等同于承认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错了。3本烂账摆在桌上，在元老们眼里，今天的人工智能不过是习近平准备撞毁的第4辆车。更荒谬的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土壤是信息的自由流动、数据的真实性和思想的无边界碰撞。可是在习近平的中国， AI 要面临什么？任何一个大模型要上线，第一步不是测试它的算法，而是去网信办做思想审查。大模型必须先入脑、入心、入魂，必须先学习习近平思想。2023年7月，
网信办牵头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大模型上线先备案先评估，生成的每一句话都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您自己去试试国产大模型就知道了，问他天气，对答如流；问他房价为什么一路跌，他开始跟您打太极；再往深里追一句，他当场把话咽回去。客客气气来一句，我们换个话题吧。一个大模型，如果它不能提到64，不能提到经济崩盘，甚至连小熊维尼都不能输入，它怎么可能拥有正常的思考和联想能力？一个连真话都不能说的 AI， 怎么可能去和自由世界的 OpenAI 去竞争？人脑都被禁言了，电脑怎么可能聪明？这就是习近平体制下所有领袖工程共同的死亡规律。坏消息被压下去，虚假数字被报上来，烂项目继续输血。真正做技术、做产品的人拿不到资源，最会喊口号、最会做汇报、最会和领导合影的骗子却站在最前面。最后，行业被拖进价格战、债务和产能过剩，而习近平本人却永远正确。成功了是他亲自指挥，失败了是西方打压，是下面执行走样。朋友们，账本翻到这里，咱们停一停，看看车底下压着的人。3辆车撞毁了，车里坐的是谁？是郑州那对交了首付，月月还着贷款，最后只能在烂尾楼工地上搭帐篷的小夫妻。是武汉红星厂房外头举着横幅讨要血汗钱的建筑工人。是学了4年计算机，一毕业就赶上行业塌方，简历投出300份连个回音都没有的大学生。青年失业率一路涨到官方自己都看不下去，怎么办？不是想办法解决失业，是先停发这个数字，风头过了再改个算法接着发，人还失着业，数字先被治好了。您再注意一件事，这3场车祸下来，有没有一个部长引咎辞职？有没有一个省委书记被问责下台？一个都没有。踩死刹车的照样升官，签字撒钱的照样坐主席台，编数字的照样在台上念报告。在一个正常国家，房地产塌成这样，住建部长的辞职信早就摆桌上了，议会要开听证会，选民下一张选票就把执政党轰下台。可在中共这套体制里，老百姓连把一个县长赶下台的权利都没有，所以才轮得到西郊宾馆里几位80、90岁的老人来干这件本该由14亿人投票干的事。元老们彻底看懂了，不是中国不能搞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绝对不能再交给习近平去折腾。到了这一步，党内斗争的焦点早就不再是换什么政策或者换哪个总理了。李克强、汪洋都在他手下负责过经济，最后不是被架空，就是退出了权力中心。只要习近平还在那个最高位置上，只要他还能随时拍板、随时掀桌子，谁来当总理都救不了中国经济。唯一的办法就是换掉这个疯癫的司机，习近平必须下台。只要他还在最高位，市场就不会相信政策能够稳定，企业不敢投资，官员也只会继续借债、表忠、编数字。西郊宾馆的灯光还在亮着，答辩还在继续，但台下的评委们早已在黑暗中写好了他们的分数。朋友们，这场答辩不管最后放不放榜，有一笔账现在就能算清。习近平要是输了，天塌不下来；可他要是赢了呢？赢了，那把名叫 AI 的钥匙就还攥在他手里，全中国就得被绑上第4辆车，陪着这个撞毁了3辆车的司机朝悬崖再冲一回。房地产撞了，赔进去的是老百姓攒了2代人的房子；芯片撞了，赔进去的是国库里几万亿的银子；新能源撞了，赔进去的是一整个行业。第4辆车要是再撞，赔进去的就是中国赶上这一轮科技革命的最后一张门票。西郊宾馆的灯总有熄的时候，灯熄了以后，中国往哪儿走，就看那几张在黑暗里写好的分数了。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